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3日中午的11点5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昨天道指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最终收盘于跌幅达到1.05%这个状态。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进阴线组。那么在前天的反弹过程当中呢，这个8进阴线组被妖怪 K 线也就是这根阳线消灭掉了。但是我们知道行情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依然存在悟空阴线存活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判断行情仍然有一定的下跌趋势。那么昨天的这根阴线让8进阴线组重新复活，激活状态下呢，我们看到悟空阴线然后是8进阴线组，我们依然可以合并出来一个8进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这轮行情仍然有可能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32000点。那么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呢是有征兆的原因是在前面行情当中低点28660出现之后这个价格指数到达了一个下跌趋势通道的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开始反弹，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组、8进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到达唐僧阳线这个位置上行情继续上攻了一点。那么这一点的上攻呢，让这个道指的价格处在一个非常密集的位于21年5月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附近。然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出日线到周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目前行情正在走这个日线到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已经出现，8进阴线组目前正在发展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容易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让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上来。那如果这个下跌趋势得以继续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一轮急速的下跌。所以呢，直到明年2月份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段所以呢道指的下跌趋势一定会带崩比特币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的是本轮行情是从19000点跌到15500美金这样的一个快速下杀之后，行情在这里面不断的进行的回补动作。那么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回补动作的最开始呢，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容易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但是这里面没有出现跌破，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切换到这里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动作呢，它的时间级别不构成日线级别反弹，它仅仅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到达18300美金之后开始下跌。我们知道18300是从今年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到达18300之后开始重新下跌动作。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我在这个分析频道里面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点呢，你要注意的是4小时级别的压力位目前是在17000美金。那么刚才也有数据表示17000美金是今天下午4点的一个合约的关键位置这主要是季度合约的一个关键位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呢是在17000美金有一个仓位。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上方9月份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000点也构成了一个压力。那再往上呢，就是19000美金附近上轮行情底边线的一个位置。
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底边线的位置，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对于多头来说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存在各种压力的首先是4小时级别均线的144均线、169日均线的压力，再一个是结构性的压力上方有2重结构性的压力在这里面所以呢，这轮行情不容易出现反弹动作。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看到它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并且从12月15日这一天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目前处在日线级别的8间阴线组这里面。所以呢从这个12月15日这一天起算下方可能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组的发生那么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还可以看到10月8日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悟空阴线，那么11月9日这里也是一个8间阴线组，那么8间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可以称为一个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会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因为目前这是8间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就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这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我们可以把周线打开，可以看到10月初的这轮行情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周线级别上就可能有沙僧阴线8间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如果出现这种较大时间较大跌幅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油呢，那么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那在行情当中，我们判断目前是下跌趋势，怎样找到合理的位置呢？我认为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压力线附近都可以布局第一个布局的点位呢是在17000点，那第二个布局点位呢是在18000美金附近18000美金附近是9月份这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那这样的压力呢也很难突破总而言之呢判断行情的位置做空的位置一定要寻找它的主要的压力结构无论是从均线角度还是结构上来讲都要找到糖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这种历史上筹码密集区或者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置在行情当中做到这几点基本上就能够获利。第一个呢是判断正确的趋势熊市当中呢建议只做空不做多趋势是下跌趋势，位置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根据均线和这个结构上来判断。那么再一步呢就是分仓进场把这个仓位打散，并且每一个仓位呢尽量设置止损这样呢保住自身大部分本金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后面行情当中熊市下跌趋势当中带给我们的丰厚的利润。我们昨天在美股反弹过程当中看到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目前看以太坊反弹的速度是快于比特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走到这里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所以呢到达这个区间附近之后以太坊有可能出现力竭的状态力竭的状态就很有可能出现快速的下跌。那么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反弹之后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上方紧紧贴着这个 0.073 形成了一个压力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自从9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周线级别标志性阴线出现之后，后面就有可能走出8间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形成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观察完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之后，我们看以太坊本身，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知道行情通过以太坊通过以横带跌这种形式突破了一个弧形顶的一个下跌趋势弧形的一个下跌趋势在横盘过程当中分别突破了一个均线系统
，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同时呢突破了一个压力线啊，突破之后在1700美金附近啊，这是高点4877形成波谷连线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1700美金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啊，随即行情开始下跌，下跌的过程当中，日线级别形成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组，那么以太坊的价格目前还处在一个八阶阴线组的势力范围，那日线级别上就有沙色阴线和搪塞阴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最终呢，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可能会跌破1100美金，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啊。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啊正在逐渐的脱离焦点位啊，脱离焦点位之后，有可能继续发生一定程度的震荡啊，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啊，焦点位啊，它是一个黑洞效应，那在黑洞这个作用下呢，价格很可能会被吸引过来。那么现在行情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证明它已经脱离了这个黑洞。脱离之后呢，有可能继续走一段时间的震荡，但整体趋势呢仍然处于一个下跌趋势啊。我们刚才说了前面10月8日出现了一个有可能是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修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发生震荡的话，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布局的位置。那么当前行情我们看这个八阶阴线它的一个开盘价的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开盘价大概是1333那么在这个开盘价的附近呢，就会存在一个压力，同时结合前面箱体的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目前的压力位是在1260美金到13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就要可以布局一定的空单同时呢，我们知道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在前面行情当中在今年8月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后面走了一组八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那么当前周线级别上仍然在这个沙僧阴线势力范围，所以呢，周线级别还有可能走出搪塞阴线这个是以到达跌破1100美金作为标志的。如果周线下跌细游出现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那么以太坊的价格在周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可能会出现连续的下行动作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60美金。所以呢，在目前震荡水平震荡的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是我们对以太坊要做的事儿我昨天以 Luna C 为例子告诉会员群的朋友，还有这个 YouTube 上的朋友，当然会员群是这个实时的给出实时的那个参考意见，YouTube 是回顾一下怎么做Luna C 这种你要观察它的一个从15分钟级别的均线系统去做15分钟级别发动突破之后我给出的是突破0.000132之后它会有一定的趋势上行动作，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那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它上方非常明显的压力位呢是在142前面3个零我就忽略了，就是在142这个位置附近会形成压力，最终呢它完成了这个小日线的上攻动作接近142附近然后开始回落。那么它的进场的时机就要以15分钟突破K 线系统对均线系统发生突破为进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同时呢也可以这样去看就是把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然后均线呢设置5日均线这个左上角这里就能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144均线、169均线，然后呢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那10日均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那我们看到10日均线和5日均线纷纷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也就是操纵线突破了观察线之后可以进场。进场之后把时间级别调大一个时间级别，调大到小日线级别。那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我们看到最终呢接近169均线形成了一个高点
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判断行情介入的一个依据啊，就是依据15分钟级别的50日线、10日线突破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为介入时间点啊，然后遇阻之后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减仓的机会。然后我们昨天看到对于 Mask 这种币种也是如是同进行这样的操作的，在 K 线系统突破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之后是一个我们的进场点。然后进场之后设置一定的止损，震荡完成之后，它发生了一定的上攻动作这种动作出现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把小线打出来。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小线级别上它已经发动了继续的突破。那如果能站上2.3美金那有可能会出现继续的上行动作，并且我们在小线这里面刚才我们说了把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那么当前呢这两个均线正在对另两个长线的均线发动突破，所以呢现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操作的。但是您无论怎样操作都要分仓进场，设置止损，并且呢如果你有向上的预期要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4小时级别就是上方我们会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上方同样是有一定压力的。有这样呢，在进入行情之后，你有止损有预期就不会在波动过程当中迷失方向你就不至于不会控制仓位，不会进场，不会离场非常简单这种方法主要是就是均线呢战法就是把这个均线呢设置成5日、10日、144日、169日然后呢有操纵线有观察线。操纵线在观察线之上，只做多不做空；操作线在观察线之下只做空不做多非常简单。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大家，再见。